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咱们今天话题有点沉重，我们从《南京照相馆》这个电影说起。关心时事朋友们知道，《南京照相馆》这个电影是关于日本侵华的。目前呢，这个电影在全国公映，听说也在北美，比如说美国、加拿大，也在新西兰、澳大利亚等国公映。从我内心来说，我特别希望这个电影在全世界公映，也希望呢在德国、在法国、在欧洲等等国家公映啊。当然，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在日本公映，但是对此，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希望，可以说希望几乎为零。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在二战的时候，给亚洲国家，特别是给中国、给朝鲜半岛，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灾难，可以说罄竹难书。而且，我们要知道，日本人直到今天80年过去了，没有对他的历史进行好好的反省，反而篡改历史，否定历史。当然，就更不可能真正的向亚洲、向中国人、向朝鲜人、向韩国人道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相信每一个有中华民族情结的人，每一个有公理的人，都会对日本嗤之以鼻。今天，反正直到今天，我真的特别看不起日本人。跟德国人比起来，同是2个战败国，又同是2个法西斯国家，但是德国对二战的历史、对法西斯历史、对这个希特勒那段历史进行了可以说非常彻底的反思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比如说正式向以色列啊、向波兰等国家道歉了，甚至当年德国总理亲自到华沙下跪道歉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德国这个国家直到今天2025年，一直在向二战的受迫害的国家，比如说以色列进行国家赔偿。而反观我们东亚的日本，他们干了什么？在否定、在篡改历史。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此都非常的气愤。当然，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。如果当年中国领导没有放弃向日本索赔，我相信呢，今天的情况不会那样。如果当年中国的领导人一定要求日本进行，比如说国家赔偿，以及要求日本做出深刻的反省及道歉，我相信呢，今天日本人不会那么嚣张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日本人善于伪装，又善于推销自己的文化，又加上日本特别在西方国家以及在全世界差不多吧，过去很多年，它的软实力特别的强大，因为它的经济很发达嘛，当年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所以呢，世界很多人对日本人非常的崇拜，以至于日本由二战的加害者，把自己洗白，变成了二战的受害者的角色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日本的广岛被美国投了2枚原子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日本每年都会进行纪念，真的是每年。在德国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每年那个时候大概是8月份，日本都会在广岛进行悼念活动，纪念被美国投下2枚原子弹。所以每年德国媒体都进行报道，从报道风格、从报道口气来看，日本就是变成了核弹的那个受害者啊。也就是说，日本由当年的二战的加害者，对我们整个亚洲，特别是中国还有朝鲜半岛，做出了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情。经过几十年，由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，这一点让我真的非常的不平啊，非常的气愤。真的，这个世界没有公理。真的，通过这件事情也让我非常有感悟，那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，因为真理真的是在你的大炮射程范围之内，你的拳头大，你就是真理，就这样。我觉得真的是太讽刺了啊！日本这个罪恶累累的国家，沾满了亚洲人鲜血的这个国家，竟然通过自己的运作，通过美国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二战的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的角色，真的这个世界太讽刺了。说到这里，我还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在海外的华人，说到这日本这个侵略史啊，真的非常的心痛。日本这个国家，还有日本这个民族是非常善于伪装的，又加上二战之后，为了冷战的需要，
因为呢，日本受了2颗原子弹的轰炸之后呢，服服帖帖变成了美国的准殖民地。自1945年以来，日本其实就是美国的准殖民地，加上南朝鲜一样，那就是为了反共的需要呀。日本还有南朝鲜就是反共的前线，所以日本战后迅速崛起，与美国的扶持有很大的关系。同样，在欧洲那边，为了反共的需要，美国花费了大量的资金，进行了所谓的 Marshall Plan， 应该叫米歇尔计划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年的德国人，那些被洗脑的德国人，对美国可以说是感恩戴德。他们说，如果没有美国的扶持，没有美国的帮助，德国不会实现经济起飞，德国呢也没有今天的国际地位。好，日本也一样。所以日本得到美国扶持之后，迅速成为第2大经济大国。特别是上世纪从60年代到80年代，甚至90年代初，可以说啊，日本是如日中天呐。当年比如说日本的很多电子电器啊，是横扫全世界的啊。当年日本它的收入甚至比美国还要高。当年日本如日中天的时候，那些比较骄傲的日本人，甚至呢喊出了要买下美国这样的豪言壮语。另外，随着日本的经济起飞，日本呢非常善于经营自己的文化输出、软实力的输出，又加上日本是西方阵营的一员，所以日本呢在推销自己的时候特别得心应手。又加上前面说到反共的需要，美国对日本它2战反思这个历史，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以呢，日本就特别的嚣张。反正日本变成了美国一只狗，所以他对美国服服帖帖。又加上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，变成了第2大经济体，所以呢，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对日本是崇拜有加。我记得90年代中期的时候，我到德国去，当时的德国年轻人对日本是特别崇拜的啊。前面提到，由于反共的需要，所以在西方国家，可能全世界都一样，对日本那个2战的黑历史一点都不知道。西方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一笔带过，或者是一句话就带过了，就像当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一样，真的是一笔带过。当年我对我旁边的德国人讲起日本黑历史的时候，绝大部分我可以说99%的德国人对我说的话深表怀疑，他们以为我在中国受到洗脑，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知认为日本人不会那么坏，绝对不会那样。他们以为当年德国人已经那么坏了，那么日本人难道比德国人更坏吗？绝对不可能呀！又加上他们教科书没有这样教，又加上呢，日本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好，所以在西方人眼中，我相信可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，除了中国、除了朝鲜、除了韩国之外，世界其他国家人对日本相当的正面，真的是得益于日本人对日本文化的输出，以及日本有非常强的软实力。所以这样它可以麻痹整个世界，所以我在国外真的感到非常痛心。又加上2战以来，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地位，更谈不上什么软实力啊，也谈不上什么国际话语权，因为国际话语权妥妥的被西方牢牢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。正因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特别的弱，所以即使呢中国想让全世界知道日本那2战的黑历史，但是我也觉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目前看来，中国国际话语权肯定是越来越强的，然后呢，中国软实力也越来越强。真的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国际话语权，向全世界讲清楚，日本军国主义、日本法西斯在2战的时候，给亚洲，特别是给中国、给朝鲜，干了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情。而且我认为，不仅是中国政府的责任，也是每位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的责任，向周围的人，向全世界其他国家人解释，告诉他们，日本当年给亚洲人，特别是给中国人、给朝鲜人干了些什么，真的是禽兽不如啊！可以说，只要日本人一天不反省他们的历史，只要他们一天不给中国人正式道歉，我相信呢，任何一个中国人，任何一个华人，他的心里都有一个深深的伤疤，真的愈合不了。反正你叫我原谅日本，我原谅不了。而且我们也看到，2战以来，在美国的保护下，
你看日本它是怎么扩军的，是怎么样穷兵黩武的。可以说啊，日本它的军力不是世界第3，就是世界第4，绝对这样，肯定能排上前4。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，那肯定就到日本了。它的军力非常的强大啊。如果中国的军力不强大，如果美国有一天它衰落了，那日本绝对会跳出来反咬一口美国，绝对会的，因为它这个民族性就是这样。说到底，日本还是个法西斯的国家，2025年一样。大家不信吗？我们走着瞧。很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，当时呢，在中国内地公映了一个电影叫《黑太阳731》，是讲当年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啊，这个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，真的活生生的中国人被日本用来活体试验，进行什么生化武器的试验。当时看到之后，我真的直到今天还有深深的心理阴影，那些场面我永远忘记不了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要对日本进行仇恨教育，但是历史不能忘却，只有正视我们的历史，不要忘记过去那段沉痛的历史，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强不息有多重要。因为我们知道看得特别清楚，直到今天，这个世界还是丛林法则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在加沙发生什么，在叙利亚发生什么，在伊拉克、阿富汗等等，对吧？如果你的国家不强大，那你落后就要挨打。什么民主自由啊，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。所以啊，国人当自强。而我们每个在海外的中国人，在海外的华人，要抓住一切机会，给周围的人，给国际朋友们，给他们解释当年日本人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是怎么样惨绝人寰的。他们不相信没有关系，网上不是很多这样的资料吗？一定要做。反正我已经通过我的努力，改观了部分德国人对日本人的认知，对日本人的印象。他们微笑之下，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邪恶。直到今天，我一直认为啊，日本这个民族是绝对非常邪恶的。至少3000万中国人因为日本的侵略，因为日本的蹂躏，失去了生命，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非常深重的灾难。而这个损失是无法用这个数学公式把它计算出来的。抗战胜利80年了，日本一直没有做出反省，而老一代的中国人，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。他们没有看到日本做出反省、做出道歉那天，在此我感到非常的难受。说到2战的历史，说到日本啊对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，昨天我特别问了我的母亲，因为她是历史见证人，她今年88岁，虚岁89岁。当年日本人，大家一定不相信啊，日本军队也经过我们村啊。所以昨天我亲自问了我的母亲，她当年大概是7、8岁、8、9岁的时候，她所见到的日本人是怎么样的？而这样的人在我们整个中国已经为数不多了。所以呢，我昨天我录下来了，她现在已经瘫痪了，躺在床上，但是我还是想放一个片段给大家，以便让大家知道她是做一个历史见证人，她是怎么样描述日本人的。她说，日本人是最坏的，我们这里当地说是日本鬼，不是日本人，日本鬼是最坏的。坏到什么程度呢？日本当年入侵中国的时候经过我们这里，然后他撤退的时候又经过我们这里。当年日本人是骑马的，他需要后勤啊，所以他就抓住了一些中国人来当挑夫，来当带路党。这些中国人可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啊。中国人走路，日本人骑马，而走路的中国人要帮日本人挑那个担啊，比如说挑那个枪支啊，挑粮食啊等等。然后日本人有多坏？他们经过我们村的时候，还有经过我母亲那个村的时候，我母亲那个村离我们就大概1公里，所以他也知道我们村发生了什么呀。他说，日本人的坏在哪里？当年村民听到日本人要来了，那就整个村的人躲进山洞去。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牲口把它弄进山洞里面去，对吧？也不能把所有的粮食挑进去，不能把那个什么油啊也弄进山洞里面去。
剩下的留在村里、留在家里的东西啊，比如说油缸里面的油，日本人坏到什么程度呢？往油缸里面拉屎，也就是说他们吃不掉的，也不让中国的这些可怜的村民吃。油缸里面拉屎，然后呢，把所有的猪啊、牛啊全部斩尽杀绝，然后田里的庄稼稻谷眼看着快熟了，他就把他们的马匹啊放进去，把所有的粮食都吃光了。所以第2年开春，我们这里的村民没有粮食了。当时是民国政府执政的时候啊，没有粮食了。第2年开春，全部挨饿。这就是日本人在我们村犯下的滔天罪行。然后呢，有当时放哨的村民，听说有的村民当天放哨的时候可能喝了酒，有点醉了，也被日本人抓起来，把村民杀了。怎么杀的呢？当时村民呢有那个叫马刀，就是很长那个刀。日本人呢抓住了这个中国人之后，也就我们村民之后，直接拿村民的马刀插进他的那个肚子里面。听说啊，村民躲在山洞里面，听得见垂死的村民啊嗷嗷叫，就像那个牲口一样那么叫，特别的凄惨。我们村死了几个人，然后呢，我母亲他们村也死了几个人。这就是日本人在撤退或者是前进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一带造成这个灾难。听说啊，有的村民被杀死之后，他的肠子啊什么器官是在外面的，因为他是这样捅进去，然后呢，这个东西不就出来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非常的凄惨。你还记得以前日本人经过我们这吧？经过共情吗？经过。你晓得嘛噻？从年可以上的。哦。这路我哋晓得嘅，别个晓不啦？各个村多种自己暗洞去噻。自己长出了暗洞啊。哦。你听到讲有蛮多人死吧？有蛮多人死了蛮多。你们村有人死吧？不得吧？有，哪村里有人死？按日本杀死的不？按日本杀的。恁村也有啊？也有，9月可能裤子应该划回来，叫人擦干活啊，找活。刚刚马上去完了，就想到这个人好多年我来了，广东人啊，干起好多上来，人家贩子咯，要干都来，都是来买的话，还父母给人请不到回来了，好多被请到回来了。就是共青这个当时生活要比广东那边好点的嘛，是吧？哦，共青好点，广东还严点的了。还有广东来的嘞。哦。我这一下子耍起来嘞。所以买了好多广东妹噻，嘛。广东妹啊，都耍小老婆了，买给人都丫头的了。哦。都用了，像是那街上的做丫头了。乡里的大概都小老婆啊，街上也好多小老婆的啊。还有个问题，以前我记得你讲过，就日本人好坏的，你讲有什么油缸啊、米缸还是我给洗这个了。我洗这个。油缸。哦。我给洗这个。米缸也洗。我给洗这个哈。这你去了哈。那油缸好多洗了。就是讲最坏的那个。日本人最坏嘛噻。最坏的。中人做坏事的没有，那都搞不过，老脏。哦。为了基于历史啊，我把昨天我跟母亲的对话，它是叙说这个历史，我相信它肯定没有添油加醋，绝对没有，它就是历史活教材呀。所以我觉得这段口述呢非常非常的珍贵，我放出来，我相信呢有部分人，特别是讲西南官话的人，能大概或者听得懂可能一部分。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些土语啊，就是说有些话可能比如说与四川它的西南官话不太一样，与重庆话不太一样，但是我相信只要讲西南官话的人会听得懂一部分。好朋友们，今天我就想通过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这个话题呢，来引申一下我所知道的2战，在我们这个地方，日本人也经过，也对我们这个地方展开了杀戮，造成了很多的损失，造成了我们这里的人的饥荒，饿死的人。所以日本人在全中国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灾难的啊。而更可恨的是，直到今天，日本政府、日本天皇还在否定，还在篡改他的历史。日本的教科书是不会教授他们这段黑历史的，所以这点让我非常非常的愤怒。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不想踏入日本那个国家一步的原因。真的，我没有去过日本，也不想去。作为海外华人，
还有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，我相信呢，你们跟我一样有深深的体会，那就是只有中国，只有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，你在海外做一个中国人，以及做一位海外华人，才能够昂首挺胸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华人。好的，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。这并不是口号，这是出自我内心的真心话。